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把牛仔裤改短，但是今天不是牛仔裤，而是秋冬的材质比较偏厚，但是有弹性的灯芯绒。两件都是要拿掉3.5公分，但是会有不同的做法，就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做法。考虑到这是直筒裤，这是喇叭裤，会有不一样的考量。找到相对应的缝线跟缝针之后，就可以开始了。特别讲一下缝针，因为它是有弹性的布料，所以你可以考虑用 stretchy 或者是 ballpoint 这种缝针，最好是拿90号以上的粗的缝针来做。一般的缝针只有80号，所以就会显得比较柔弱，可能就会缝一缝就断掉，或者是卡线。这边会选择用牛仔裤的缝针来做，虽然它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只要调整有一点点的之字形，就可以用牛仔裤的缝针来做。这两个相对上我都觉得可以，只要90号、100号以上都可以，不用用到110号这么粗，那个是给帆布袋的。我们要沿着它这一条缝线，把多余的布料剪掉，再来做。这是刚刚拿掉、剪掉的1.2公分，它缝在1公分的地方，然后我在上面这个翻折的地方剪掉，所以我大概是拿掉了1.2，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拿掉1公分，这个是往内翻折的线，这边会不见，这边会藏在里面，然后再1公分再藏在里面，这样子。那因为布料有厚度，所以拿掉大概0.2、0.3左右，所以最后会停在这里，这是它要的长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然后我们最后会缝在这里。遇到旁边这一条缝线有缝缝比较厚的地方，顺着它原本的这个裤子的设计，把最尾端往另外一边翻折，折下来之后可以分散它缝缝的厚度。再一次，在1公分的地方分开它的厚度，这样子在缝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难缝过去。先用缝针稍微固定一下往内翻折2次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击缝咯。缝的时候你可以看着背面缝，那就建议把这个拿下来，整个裤管塞进去，看着背面来缝布料的背面。但我喜欢看着布料的正面来缝，所以这个可以放回去。个人习惯的问题，也不算是问题，有时候是个人习惯。我自己觉得我喜欢看到上面的样子，因为上面的缝线才是裸露出来的。我希望它可以跟下摆的这条切线是切齐的状态，所以我喜欢看着正面来缝。缝的时候我会选择边边角角开始，也就是内侧或者是外侧的这个缝线的地方。然后这里就一个，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这一条裤子是稍微有一点弹性的，我是用闪电型来缝，但由于因为我看着正面来缝，所以我看不到边界的这个地方，所以我非常需要依靠旁边的这个格子的线，所以只要对齐好刚开始，然后沿着这个线来缝，大致上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另外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用摸的，可以摸出那个布料的厚度的落差来做调整。我们就这样子沿着下摆缝一条，缝的时候就距离折边大概0.1、0.2公分，回针。因为是弹性布料，所以先不要做太拉扯的动作，因为放松之后它就会皱回去，没有办法烫平。然后就会一直这样皱皱的，所以我们稍微把布料摊平就好了，不用拉到它变形。遇到这个比较厚的地方，虽然说我们已经左右两边摊平缝缝了，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厚度。有些人会试着在前后都施加一点点推力拉力，让它顺利往前通行。因为它有厚度，所以它吃掉的那个转弯的布料会比较多。像这里可能就是拿掉0.1，这边可能就是多。看它的那个厚度，可能就到0.2、0.3了，所以在缝的时候，可能我们看着正面会吃不到后面的布料，所以在缝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让缝线往下摆这边靠，像这样子，就是让它靠近一点。缝线上不会有太明显的，毕竟它这是在鞋子那附近，所以不会有太明显的那种落差感。但如果你歪得太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很明显。稍微拉扯，然后把它往内缩一点点。
右手帮助它往前进。通过了。然后就渐进式的再把它拉回到原本的那个高度的地方。刚说高度，但应该是宽度，所以这个地方，哇，我操作的蛮好的，就会看起来好像比较自然一点，但是在正面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接近下摆折痕的地方。回针，重复相同的步骤对付另外一条裤管。好了，接下来把多余的线剪掉。才跟大家说不要拉扯过度，但我自己好像也是有过度的拉扯，所以有点皱皱的。如果只有一点点，就用熨斗把它烫过去，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这个纹理如果真的要用熨斗烫的话，建议是隔着一块布料，虽然是透气，但是要有一定的厚度来保护这个纹理，不然的话熨斗烫过去，可能就会破坏它这个结构，然后让它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熨斗的印记这样子。这边我刚刚说有稍微的往内缩一点点，你会发现这里的距离比这里的距离还要再短一点点，真的就只有一点点，但是里面看起来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我说的它的那个厚度会吃掉的布料，然后里面长这个样子，外面长这个样子，真的就只有差一点点。然后以上就是这个比较简易的方法。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有角度的喇叭裤做的比较有高度的一个缝线的位置。原本只有1公分，如果我可以把它放到2公分的地方，或者是3公分的地方呢？这样要怎么缝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跟 after 最后的差异。但是回过头来，真的要这么做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它的剪裁的角度之外，还有布料的厚度。如果你的布料不适合这么做的话，就三思，2个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好的，我刚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缝线先拆开来了，等一下就是由这一个痕迹往上测量3.5公分，像这样子，大概吧，3.5公分了。然后因为这条是第2次翻折，所以这个等一下会留在内侧，而里面的第1次翻折就利用它已经做好的这一个，直接缝在这里，这样子外面就会裸露在大概3公分的地方，2.5公分的地方。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但是由于这件裤子是喇叭裤，所以它有一个奇妙的角度，这个我们要先解决。如果你的是直筒裤，你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直接跳到下一个往上翻折的地方。好的，我刚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些规划，大概结果会长这个样子，里面、外面大概是这样子。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弧度，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翻折的那个点，然后在翻折的那个点再修整它的两侧的缝线，然后让它在往内翻折的时候会用一个，本来是这样夸张一点好了，本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裤管的形状，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往上翻折的话，这一条 A 就会比这一条 B 还要长，甚至于我们要缝的 C 还要再更长很多，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是折边，这个是缝边，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裤管的下摆。我们的目标是把 A 跟 C 趋近一致，然后呢，在 B 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修整，让这个可以被达成。这样子的话，我们从 B 这边往内翻折 A 上去，让 A 跟 C 重叠，然后多余的部分会被修剪掉。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呢？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先找到 B 在哪里 ，C 在哪里，然后去确定我们要拿掉多少 A 的长度。这是它原本往上翻折2次的地方。我现在把其中一个往下恢复，所以现在只有往内翻折1次而已。你会看到它的折痕。
这是我们想要保留的东西，因为等一下就直接往上了。但是我们想要拿掉的3.5公分，应该是要从这里开始算原本的下摆，所以我先在3.5公分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在做这个记号的时候，我比较建议是在裤管的前片或后片，不要在两侧的缝线这里做。我现在应该是做在我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就是在中间，前片后片都可以。好，我刚刚在3.5公分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了，这是它原本的下摆。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往外翻折一次，裸露出它原本的缝份。这一个是我们要缝的地方，而这个是我们的 B， 然后反翻出来之后，这是我们的 A。我们现在要找到 C， 做法就是在 B 这里做个记号，放一个大头针在这里做个记号。我们等一下要这样子，看到那根针反折的点，然后用这个已经反翻回来一次的这个底部 A 来找到 C， 也就是这里，垂直往上哦。如果歪斜的话就会跑掉，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了。这样，这里是 A， 看到吗？这里是 A， 这里是 B， 然后这是 C。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全部的东西反翻，在 B 这条线的两侧测量一下，这边大概是 5.8 公分，5.8公分在这里。然后 C 的地方呢，大概是11，这里就是11，这个记号。然后我们要画一条垂直的线，问我怎么样确定它有垂直，就是底部对齐这个切线之后，这一条切割垫的这一条线垂直往下画。我对齐的是这一条，一直到这里，看到吗？这条是12，切齐到这一个缝线，往下画一条线。然后这个是我要对齐的地方，所以是从这里开始拿掉这个三角形。这样子，这条是 B 的垂直线，内侧这一条是往内缩口要跟 C 对齐的边，大概就是少 0.5 公分，但是有2层，所以大概会少掉1公分。然后这只是单侧，还有另外一侧要做，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往上翻折的时候，缝合这一条线的当下。这一块布料不会这样过多，变成这个样子皱褶起来，缝起来可能就会很难缝过去，然后会有多余的布料，因为没有吻合，剪裁没有吻合。因为布料有点厚度，然后我刚刚在做这一条的时候，跟刚刚在示范给大家看的时候，有一点误差，大概 0.5 公分到1公分的误差，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把它矫正一下，然后再跟大家继续之后的步骤。刚从这个要折的边，这个 B 这条线往下缝了一条内缩的缝线，新的两侧的线。我们先试试看可不可以完全吻合，往上翻一次，然后按照它原本的这个缝份贴齐刚刚画的第3条线 C，A 应该等于 C， 希望是可以。稍微定位一下两侧的缝线，这是我刚新缝出来的，往内缩了 0.5 公分，因为有2块布，所以总共拿掉了大概1公分了。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一条，也是我刚刚往内缝了0.5 公分，所以总共拿掉了1公分左右。两侧的缝线对齐定位之后，平均分散剩下来的布料，看有没有多余的，或者是有没有拿掉太多。可以，正面看起来是 OK。背面看起来也非常的 OK。如果真的想要直接烫这块布料的话，就是烫背面。然后最好的是这一块凹凸不平的布料下面还有一块凹凸不平的布料，纹理是叠加在一起的，不然它的这个纹理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先稍稍的从背面来把原本的折线烫平，平整之后应该比较好缝，比较好对齐。
烫完了，现在就是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厚度，所以我会再往下一点点，让这个厚度吃掉原本它应该想要拿掉的，3.5公分当中的 maybe 0.3公分。另外一边也是对齐之后往下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沿着这条原本它缝线的位置来缝。正面背面都可以，我自己个人喜好是看着正面缝，但是看着正面缝的话，意味我要这样子开着，然后只有看到这一小部分，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操作上比较没有那么顺手的话，我就看着背面缝了。确定这个纹理都是垂直的，然后对齐。缝之前还可以再稍微确定一下，从这个折痕往下到这里是我们拿掉的3.5公分，就这样子。缝这一圈，把这个拿下来了，因为我决定要直接从背面这样看着缝。同样，我们也是从两侧的缝线这边开始，是弹性布料，所以我这边用的是闪电型的缝线设计，稍微拉一下，不用拉太多，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刚在两侧的缝缝我也有左右摊平，所以不会太厚，缝过去会比较顺。缝完一圈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下摆折痕这边烫平，记得要垫一块布料，才不会影响到它的纹理。然后就改造完成了。完成了，这是一般的改法。会看到大概是1公分左右的一个缝线，这是另外一个改法，没有剪掉任何布料，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宽的感觉，就看大家喜欢用哪一种方法咯。希望今天这一集同样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想法跟帮助。下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盲针缝，同样也是改短长裤的一个好做法，尤其是西装裤。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